我老家那些女的，她能看得起我这种人吗？这倒是，她真的是看不起，她这个认为你是个傻屌。我这种条件的，就注定了我是这种命运。前面这个是小猪网吧大神啊，他这边是在康桥镇这里啊。第一次知道，像这种上海的农村里面啊，还有网吧，你看看。看一下，这就是大神的网吧宝座。那么小猪啊，你做网吧大神已经是做了5年了，你说你也不想结婚，为什么呢？你看现在在我们安徽北方以及河南，彩礼20万。安徽的彩礼贵是出了名的。对，然后还有个江西40万，对不对？我花这么多钱，我本来家里面就无法支持了，再是花这个。你说的你这个家庭条件比较差。对。像这几年你做网吧大神，你大概存了多少钱呢？身上1分没存。你打零工，对，存下来。没有，因为我这个消费，所以我为什么就是讲一直想在上海找个烂尾楼，主要是不认识人，要是有个认识人，咱们一起住烂尾楼。住烂尾楼流浪去了。对，我就想流浪。我之前我想过了，然后再把这个上海再整个转一下。就是我现在想逛上海，我有个什么规划呢？就比如说当时它的日租界大概一个范围在哪，然后法租界范围在哪，以及它一个公共租界，我其实对这些问题还是比较感兴趣的，我也乐于去。就是去整个上海市区这么逛。那么你谈朋友也没谈过？没有。那你不会对女人不感兴趣吧？哎，其实这个东西有什么意思呢？我跟你讲哈，像我现在这个情况，你只要这个网一上，然后那个托福一看，你根本就想都不要想了，其他东西都不会想了。对，不会想了。就是说你更倾向于在网吧打游戏、看电影和学这种知识，你还是蛮有精神追求的，我只能讲。但问题是你们那边彩礼贵，那应该有很多，比如说考虑到实际情况的，两方就是真心相爱的，不要彩礼的应该也有呀。但是我跟你讲啊，你讲的这句话就讲到点子上面来了。你看，基本上像我老家那种人，肯定是有你讲的这种想法，肯定也有。但是像我老家工厂里面那些女的，以及我老家那些女的，她能看得起我这种人吗？这倒是。她真的是看不起，她这个认为你是个傻屌。两情相悦也得你有吸引他的一方面。对，这倒也是。像你这种情况的话，是吧？你结婚只会增加双方的负担。对，你万一生了个小孩出来，那小孩更苦了。对，然后我现在的话就是讲，如果我当时要是天天不学这个杂七杂八的，就干个出租工，那我肯定会过上普通人的生活。这是我这种条件的，偏偏喜欢看这些屌东西，就注定了我是这种命运。看历史，看知识，对，看托福什么东西的。对，因为你没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去支撑。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之前有一个他也是大专，叫大象席利亚佐，你知不知道这个作家？他比我强多了，他也是大专的，人家就是争取敢重新参加高考，他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吧？对，那我也问你了，那你没有敢于再去参加一次高考？没有了，现在第一家里面又不支持。那个你妈妈呢？前面就讲到你爸爸，我妈是17年的时候出车祸了。出车祸，他的这个过世是不是对你也有点影响？当时肯定是有点影响，因为我老爸一辈子就在全椒县里面待着，他认为人一出生下来就要结婚，包括他处的一些朋友也都是这么认为的。但是我现在，我说实话，我感觉你已经超神了，对吧？不是讲超神，我感觉我就像小丑一样。我说句实在话，像小丑什么意思呢？就高不成低不就的。你说，要是我搞个名牌大学的吧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你当初是想考名校的啊？想考名校的。全中国我最喜欢的4所高校：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，还有南京大学，还有这个复旦大学。因为它这个4个学校，它是什么情况呢？它没有那种找工作的专业，就是什么机械电器，它是没有的。这4所专业，王牌专业，全部都是一些文理类专业，就是对生活没什么实际帮助的，找工作没有什么用的。那我说难听点，就算你当时考上了这几个名校，出来也是可能也是这样子，也是这样，也是不想工作，对吧？对，我估计其实你讲这句话，我以前早就跟我朋友也是这么讲过了。就算给我考上了，我现在也是挂逼，但是最起码的，我哪怕混得再落魄，我本来就是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。我哪怕我这辈子做不出来成就，我也是感兴趣的。甚至于那些老师的微信，我永远不会删。就是你去学武术，你就要办门派，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这样的，就是讲究这个出身门第。